居家过日子，离不开谋生赚钱，因为金钱是世界通行的交换媒介。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。长辈常说，出门在外要行善积德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。红尘世界90%以上的问题都是与金钱有关，大多数人终身为财富奔波，尽管承受各种苦难，却未能赚到理想的财富。因此，人们把很多苦楚直接归咎于缺乏金钱。然而你知道吗？金钱是灵性的存在。我们总会听到金钱是万恶的源泉这样的说法，但实际上，金钱是能量的体现，无处不在，而且不会凭空消失。金钱是你内心富足又圆满的呈现，它自由而充沛，使用金钱的人会心生喜悦。世界从不存在金钱的匮乏，只有人类心灵的匮乏。君子以厚德载物，这句话广为人知，这里的德就是能量，是我们的内在，是福气，而财富是外在，就是得到的德。所以当内在大于外在时，能量就会转化为物质，于是财富会自动存在。当外在大于内在，也就是能量不足的时候，物质会自动消失，对应到生活当中就会出现健康、财富等外在的损失，甚至灾难。正所谓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由此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常说的厚德载物是什么意思了。物质就是名利、钱、地位、房子、子孙、家庭等在三维世界中看得见的一切得到。当你得到的外在财富越多，越要进行内在的修炼，这样才能平衡外在财富和内在能量的和谐。而无论外在财富多少，都要了物本自具足，因为这样你就会知道，每个心灵都具有无限的智慧，本心早已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，包括健康、快乐、财富和想要的资源。财富既不是纸币，也不是存折或信用卡，财富是流动的能量，从外在到身体，从身体到心灵，驻扎在身体里，以能量的方式在内在小宇宙与外在大宇宙之间穿梭，而与这股能量频率和谐共振，是显化物质财富的不二法门。所以只要找到自己心灵的潜能，实现心灵富足状态的时候，外在的财富就会不请自来。如果你赚了钱不舍得花，你的身体一定会出问题。如果你赚了钱不知道怎么花，你的钱会赚得越来越少。钱是这个世间最高的能量，它是流动着的，所以你要不断的出入，才能不断的入，而且要让它的出口非常正向，找到会花钱的那条路，钱才会源源不断的来找你。很多人在一心一意赚钱的时候，很轻易就赚到了钱，可是钱却没有滋润到他的心，心这里没有打开，赚再多的钱也没有用。财富的能量很强，你却不知道如何使用的时候，你的身心会出现问题。所以烦恼和你的钱多少其实关系并不大，反而是钱少的时候烦恼更少，
因为你会认为所有的问题是因为没有钱，然后你赚了很多钱却依然不开心。那个才是你应该反观生命的时刻。钱是世界上最有灵性的东西，你越懂它，它越接近你。佛上的视角来说，赚钱是最深刻的修行。灵性的视角，金钱是一种爱的能量，您帮助了多少人，就可以承载多少金钱的回流。文化的视角，厚德载物，您的德行与命理决定了可以承接多少财富。钱就是道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大千世界是由道衍生的，谁能抓住这个无形的道，谁就拥有了一切。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接近道的品质，第一个是水，第二个是钱。金木水火土中的水就代表财，因为这两个东西的品质最接近，并且最符合道。道德经里说，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意思是至高的善德善举就如同水的品性，默默滋养世间万物而不争强斗胜。所谓大道无形，谁也是这样，它玉气成形，无论被放在哪里都能融入对方，滋润对方。它哪儿低洼就往哪里去，哪里的草木最干渴，它就流向哪里。它可以利润万物，却能做到无我。钱也这样，它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个口袋奔向另一个口袋，从不执着于拥有它的主人。谁最值得拥有它，谁最真正的需要它，它就流向谁。它时刻都在那里，总是被最懂它、最需要的人看见。水往低处流，钱也往洼处走。什么是洼处呢？就是最需要、最紧迫、最能滋生万物的地方，并且只有当它被利用的时刻，它才能成为它自己。一旦它停止下来，它就不再是它。道生万物，钱也可以生万物。钱能变出人间的一切，比如幸福、快乐、满足、名声、地位、权力，也有算计、痛苦、争斗、厮杀、牢狱、毁灭等等。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，越想获取金钱，反而越难赚到金钱。但有时候，我无意之间采取了一些行动，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金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人生的绝大多数问题，表面上看都是缺钱导致的，实际上一个人缺多少钱，就缺多少道，因为两者永远都是同在的。钱和道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，财显形于明处，而道藏匿于暗处，有一个千古不变的规律。有形的东西决定无形的东西，求钱必先明道。然而人们常将痛苦归结于没钱，这两字仿佛背负了太多的罪责。贫困是一种结果，却往往源于对道认知的不足。人们常专注于有形的钱本身，却忽略了钱背后那无形的道。道是规律，是原理，是趋势，是包容，是开放，是价值，是大爱，
人一旦放弃对这些东西的追求，而只谈钱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毕竟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。因此绝大多数人的真正问题在于，只想得到眼前的利益，却从不想长远的学习和提升。这就陷入到一种越想急于赚钱，却又越赚不到钱的恶性循环。钱的背后是产品和服务，把产品和服务做到极致，钱自然就来了。产品和服务的背后是人心，社会无论怎么变，人心不变，人心的背后就是道，得道后就很容易赚钱。商圣范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他师从老子的徒弟季然，他完全抓住了规律和人性，弃政从商，很快成为富豪，然后散尽家财去做慈善，再去另外一个地方白手起家，很快又能富甲一方。前后3次散尽家财救济贫困，被后世供奉。他为什么那么厉害？因为他老师的老师是老子，更因为他参透了大道。为什么绝大部分人都不适合发财？钱的好处虽然很大，但它的反噬力更大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很高的德行、贡献、智慧，很难扛得住这种反噬力。看看我们身边吧，很多人赚到的钱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开始飘了，他们作威作福，奢侈无度，无视规则和伦理，破坏公序良俗。人一辈子的财富有一个临界值，当一个人的劣根性被金钱暴露的那个财富值，就是你财富的极限。钱就是水，人就是舟，水可载舟，也可覆舟，厚德载物。一个人拥有多大的品行，就配拥有多大的财富。钱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能量，真正唤醒你的金钱能量，要由内而外显化。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21个获得金钱能量的方法。如果你能够掌握，你就相当于接收了无穷无尽的财运，余生你都将活在丰盛的金钱能量中。你需要有一个实际的愿景。任何一个要成功的人都要在生活里有一个愿景，这个愿景应该是实际的。调整你与父母的关系。当你感到从父母那里受到伤害，你将苦于不现实的致富之路，或没有动力。如果你曾伤害过你的父母，你将面临巨大的财务限制。如果你和你父亲的关系不好，你将不会有资金流动，将会有负债。如果你和你母亲的关系不好，你将面临很多障碍。调整与伴侣的关系。与伴侣的关系决定了你拥有财富的数量。女人为水，水为财。你的妻子是你的家财，你的家财不安，外财莫入。吉言财富是女神。如果在你的家里或者工作的地方不断地有不吉的语言，或者亵渎的语言，或冲突在发生，你将不可能吸引来如此吉祥的能量。要避免这些情况，我们必须用吉祥的思想和语言。你可以看看具体例子如何使用吉祥的语言。你必须总是用我想要、
保持房子的干净。财富是有灵性的，财富也喜欢高频率的地方。当你处在干净整洁的房间或办公室，你的心情自然就轻松愉快，做起事来得心应手，财富自然就吸引进来了。6. 尊重金钱。如果你是个爱交朋友的人，你的朋友自然很多；如果你是个爱钱的人，你的钱自然也像你的朋友一样多。金钱就像女神，你爱她，她自然爱留在你的身边，就如你也喜欢待在爱你的人身边一样。7. 正确的信念系统。每个人对财富的特定的结论和观点是基于童年时期所看、所听和所经历到的，这些经历留下的更深层印象，我们称之为信念。这些财富的信念系统一直在建设性的或破坏性的控制我们的生活。我们随意所说的声明有时是受到内在信念所启发的。为了吸引到金钱，你需要有正确的信念系统。8. 内在诚实。当你要钱的时候，要知道为什么你需要钱。你应该看到自己的意图和动机，你应该看到欲望背后的伤害、贪婪、比较、嫉妒和野心。当你的内在整合，财富自然到来。9. 感恩。当你没有对那些曾帮助过你的人表达感恩，你的想象力执着于负面状况，将你置于无法控制的感情状态，这样也会创造出无法控制的现实情况。10. 与真我达成贡献的协议。要拥有大量的财富，需要有许多世的和这一世累积的善业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真我成为你生命里的财政大臣，或者是你的生意伙伴。许愿，当祈祷被实现时，就要还愿。11. 感恩祖先。我们在身体、名字、财气、财富上是亏欠我们的祖先的，他们曾直接或间接地做了许多努力，让我们能成为我们所是，但我们忘记了他们。如果他们不开心，财富将不会到来。在你心里要给祖先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12. 让别人挣到钱，你才能得到更多的钱。这是先舍才能得，先付出再收获的道理。买东西的时候砍价不要太狠，要让别人能挣到钱。有能力偿还债务的时候，一定要尽快还债，不要等着别人要才去还。13. 占便宜等于吃亏，不该拿的拿了，不该得的得了，早晚要加倍还回去，这是业力法则。14. 慷慨的付出，坦然的接受。有的人只能付出，不能接受。要知道，付出其实是付给自己。15. 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财神，即便是你付钱给对方，也一定要记得对方是你的财神。你付了钱换来了他的产品服务，要对他说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提供服务。16. 将内在的匮乏交给神，你获得自由。发现自己担心金钱的时候，要大声地对你的神说，万能的神，我将内在的匮乏交给你，我获得财务上的自由。重要的是要完全地信任你的神。
如果又想富有，又为没钱而担心，那你是不会有钱的。17，像一个亿万富翁一样说话，注意你的语言和念头，消除那些穷人的念头，要很辛苦才能挣到钱。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。我总是没钱，时刻保持正念。18，出于需要而不是占有。别人送给自己某样东西，虽然自己并不喜欢或并不需要，因为是白来的，就收下来。这个东西没有体现出真正的价值，它在你那里就是负能量。19，喜欢囤积是内心匮乏，看到打折就有购物欲，原计划买一个，但担心不够就多买几个，点2个菜就够了，偏要再多加几个。这体现的不是富有，而是内心的担心和匮乏。20，别人有我也要有的自卑心理。人手一部 iPhone， 我也要一个；人人一个 LV， 我也不能少。别人去香港，我要去欧洲。由于自卑，才需要靠外在的东西体系体现你的价值。21，你值得拥有美好，去试着做一些你不曾做过的美好事情。一顿美妙的晚餐，一件性感的裙子，美丽的鲜花，做个美甲，装修房子，告诉自己我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留下一句唤醒我的金钱能量，余生你都将活在丰盛的金钱能量中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